欢迎来到 MyTech My Future。嗨，大家好，我是麦。神通拥有丰富的工厂自动化经验，提供各项软硬体解决方案。神通的 AI 及 RFID 技术也为制造业发展了更精确、更及时的监控管理。就让我们来了解神通的智慧工厂解决方案是如何协助制造业数位转型。其实神通在这几年，我们最主要是利用 RFID 的技术，然后结合我们相关的系统，然后在工厂里面最主要针对整个仓储还有产线上面去进行我们的相关的改造。那这几年为什么大家用RFID 呢？那最主要是当然就是它的一些自动感测的一个技术，然后可以一次同时读多个的一个方式来去应用在我们的工厂里面，让它可以更自动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整个使用领域上面，其实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像 IPC 产业啊、LED 产业，还有相关半导体、纺织业等等不同的产业，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其实，在我们神通做 RFID， 它跟其他工厂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那我们其实近几年在 RFID 的应用，其实算是做得很完整。包含刚刚我们所说的，从仓库，然后产线，然后还有相关不同的应用里面，那我们 RFID 所做的最主要就是它的差异性。那我们在最主要产线的部分，就像 LED 厂，我们在里面100多台设备，每一台设备都安装它的 RFID， 重点是每一台设备都是不同的规格，然后不同的制成的设备。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 RFID 可以做到在每一站，然后每一个机台都能够正确的读取，这个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那这个部分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达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买一台 Reader 或是买一个天线，然后再加 Tech 回来，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东西就可以去进行读取准确。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个发展，目前是真的不容易做到的。那另外，当然我们在 RFID 就是像仓库管理，为什么我们又结合了半成品仓、成品仓里面的应用？那我们用 RFID， 其实它并不是单单一台叉车装 RFID， 或是在仓库门口装通道门，这种都是我们要结合不同的方式，然后应用的不同环境，结合它有可能需要用到抗金属，也有可能需要用到高温，然后或是一些相关的耐水啊，或是耐酸碱等等的情境，这种都是我们在 RFID 很不容易达到的一个技术。那这个部分也是仰赖我们专业的团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RFID 都是从研发，然后设计，然后到整个一个生产运用，都是我们去把它去进行它的发展出来。那其实，在 RFID 的相关技术应用之外，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搭配我们相关的应用系统来使用。那最主要，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智慧制造里面，我们当然目前针对仓储，然后还有产线的部分，我们做了不同的相关应用的系统啊。那我们在仓储里面，我们包含从物料仓、半成品仓、成品仓，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在制造端的周边的一个仓储，就是包含自供区管理，然后还有它的特殊自供区管理。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包含它整体的一个电子货架，这些我们都是应用除了 RFID 技术之外，然后我们就是把系统去进行它的相关建制，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到我们很完整的一个应用。那在产线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也是一样，结合我们的履历追踪管理系统，那最主要是针对它每一台设备，然后它的一个进站、出站，然后相关的一个履历资料去进行它的资料收集，这个也是我们在履历场面的一个相关的应用。那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应用情境，其实我们神通都是利用不同的系统开发来去
让我们的整个一个系统还有我们的 RFID 业务更完整。那当然就是 RFID 还有那个我们的软体开发技术，都是我们神通最厉害的地方。一般的工厂，他们对于那个机具比较高单价的机具，其实他们都会做定期保养。他做定期保养，会依照原厂的一些维护手册，什么时候该换零件，什么时候该加润滑油，他其实都会去做定期维护的这些工作。但是虽然他这么做其实他还是会发生一些不预期的一些故障，因为所有的一个原厂给予这个零件的一些平均的寿命，它是一个平均数字。所以它会因为良率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早坏掉，有些会晚坏掉。但是呢，所有的一个机台的故障之前都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它声音会变高啊，有时候它那个震动会变大啊，等等，这些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不见得是人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的一个 MyAIOC 它其实都是做这样的工作，它可以去侦测到你机台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这些跟正常范围不一样的一些形态，它其实可以侦测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早去预警、去告警说，这个机台即将要故障了，那请那个厂务人员赶快过来看哪边的一些状况，赶快去做一些修正，这样子可以避免它那个产线的机台因为某个零件的故障而idle下来，会影响它那个订单生产的一些排程。很多厂商在做那个故障预测了那故障预测基本上用那个 AI 的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些 model 来做。那现在目前的机器学习的部分会分监督式学习跟非监督式学习。那一般厂商都是用监督式学习来做。那监督式学习怎么做？它就是会收集到机台的一些参数之后，他会去问一些厂务人员，这些机台的一些参数、一些变化，到底是厂务人员在对机台做什么动作然后他会按照厂务人员的说明，他会把这个资料标注下来比如说做这个行为资料的现在表现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来去预测但这样子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我的正确率会依照厂务人员给我的资料正确，让我才会正确。但厂务人员真的会给完全正确的资料吗？他会去凭记忆或是凭他的记录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的一个说明吗？这个就叫做人去解释资料会产生的一些错误那当这个标注错误，就会让你后面的学习的一些 model 会产生错误，预测也会错误。其实我们以前也这样子做过我们也吃过这样的一些亏，所以我们发展那个非监督式的一个学习方式它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非监督式的学习，我就不需要去做标注，我也不用去访谈厂务人员对机台做了什么动作，我只要把我MyAIOC放在机台旁边去收集它一段时间的一个运作的一些资料，它自然就可以去判断你机台进来的资料到底是正常还是异常当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的 MyAIOC 就会先告警，那机台人员就可以来这边去看，按照我们告警的那些项目他去检查是不是真的有错误，因为毕竟我们是做预测就不会100%些正确所以如果是发现说我们这个其实告警是误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学习到的一些资料形态，这个时候我们的 MyAIOC 也有提供一些可以让你重新再训练的一些方选，它可以把原来我们没有学习到的这些资料形态纳进来学习，在学习的时候它以后再碰到这种资料形态，它就不会告警，不会产生错误。这种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不用去人来解释资料，我是资料来解释资料，会让我增加我的一些正确性。第二个呢，以后我们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告警会随时间的越长，我重新训练的时间越长，就会让我的预测越来越准这样子会让我们的 MyAIOC按照时间的一个的延伸之后呢，它其实预测会越来越准，会接近完全正确。一般工厂其实只要专注在你怎么去制造你一个比较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些产品，创造你的利润，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导入 AI 这个事情呢，本来就不是工厂的一些专长那应该是要去找一些专业做这些 AI 导入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厂商来做比较适合那一般我们在做 AI 的一个导入的时候，一开始不管你是做
制程的优化，或是良率的一些提升，或是故障的一些预测。你一开始第一件做事情要做的就是机台联网，就是把机台的一些资料连上网路，可以让把资料给导出来。那新型的一些机台，其实它本身里面就会有一些 sensor 资料会导出来。那比较旧式的一些机台，你可能就没这 sensor， 你可能必须要去装，比如说你要去测扭力，就要去装 sensor， 测振动，你就要去装一些 sensor。那 sensor 装好之后呢，其实可以把这个 sensor 透过 Modbus 的一些 gateway 可以去收集啊，然后再把资料往后传。那我们买 ALC 就是在后面接这些资料，可以去做故障预测的这一个装置。所以工厂要去导入这些 AI， 还是要找专业的厂商来，会比较适合的一些快速。神通在导入智慧工厂，其实有20-30年的一些经验。所以从最传统的一个饲料厂，就是那个面粉厂，到重工业的钢铁厂跟石化厂，还有最高端的半导体跟光电厂，我们都有一些导入 MBS 啊、PLC 啊、SCADA 的一些经验。所以这20-30年来，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一些同门 know-how 跟人才。那今年我们在做智慧工厂的部分，我们其实有做高尔夫球的制造厂啊、纺织厂，还有车用的隔热纸的制造厂，这是我们今年会导入智慧工厂的部分。所以相信神通会是你导入智慧工厂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按赞分享哦！不要忘记收看神通的其他解决方案。你觉得你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拜拜，我们下次见。